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提起瑞士，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呢？全球富人追捧的银行体系，闻名遐迩的精密制造业，令人艳羡的高收入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再加上瑞士跟周边老牌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的睦邻友好，很多人呢过着白天在瑞士工作，下班回邻国生活的日子。然而啊，正因为瑞士一直以岁月静好著称，2002年日内瓦发生的一起恶性杀人案，才给这片土地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这是15年来最恶劣的一起案件，一家公司的会计师在办公室内被活活砸死，凶手残忍至极，甚至在行凶后侮辱尸体泄愤。这片祥和之地要么就啥事没有，一发生案件就来个这么重口的。而瑞士警方的调查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凶杀案发生在日内瓦郊区一家名叫 GS Automation 的无线电设备制造公司。这家企业规模不大，员工也只有30来人，做的呢是高端机械制造。案发的办公楼里，除了公司的工程师、车间工人、办公室的文职人员，还有一些业务往来的客户或者第三方服务人员进进出出。2002年3月21日这天呢是个星期四，早上7点左右，劳模女秘书第一个来到公司。她发现一间办公室的门4敞大开的，屋里头灯还亮着。而通常在这儿办公的呢是会计师 Jean-Raymond Blatti。 女秘书就合计着，哟，这位今儿比我还早啊，就想过去打个招呼。谁知她身子刚探进办公室，只见眼前一片狼藉，会计倒在一片血泊当中，毫无生气。女秘书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跑出来报警。警方立马封锁了整栋大楼。Olivier 警官和 GS 这家公司打过交道，有点熟。他确认了受害人的身份，正是公司的财务45岁的 Blatti。 为了方便叙事咱们就把他叫老白哈。这案子要是发生在今天，这警察肯定先去调监控了。可是在2002年，这家公司并没有安装监控，警方只能用传统的刑侦手段，通过现场勘查、取证分析、走访调查和严密推理去逐步展开工作。案发现场的惨状令人不寒而栗，办公桌下一大滩凝固的血迹触目惊心。老白呢呈仰卧的姿势，头部被砸得血肉模糊，颈部也被割伤，墙上布满了飞溅式的血点。这还不算完，他的上衣被扒开，肚皮上赫然用醒目的文字写着卑鄙的强奸犯。凶手似乎对老白恨之入骨，才会在作案后还对尸体施以侮辱。警方仔细勘察了现场，发现了一些令人疑惑的线索。办公桌上摆放着会计师平时工作的物品，电脑、鼠标以及翻开的笔记本。鼠标上呢沾有血迹，而电脑中最后保存的一份文档，时间定格在前一天晚上8点50分。翻开的记事本上最后一条记录写着3月20日晚8点与 Ludo 赴约。此外桌子上的计算器屏幕上显示着一串数字118630。这位 Ludo 到底是谁？与他见面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串数字又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是一条隐藏的信息，甚至是破解案件的关键密码呢？这些问题将成为调查工作的突破点，也让案件更添疑云。办公室内靠近门的那一侧有被清洁过的痕迹，通过卢米诺测试，蓝光下显现出一枚朝着门外方向的鞋印儿，鞋底呢是波点状的花纹。可惜这枚鞋印并不完整，只能推测出尺码是40到44之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枚鞋印不属于死者老白。乍一看这办公室内人仰马翻，可是抽屉、柜子和档案夹都没有被翻动，整齐地摆放在原处，门窗也完好无损，没有撬开或者破坏的痕迹。受害人看起来似乎毫无防备，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也未留下作案工具。警方认为凶手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直奔老白索命而来，而且对环境十分熟悉。于是调查的方向也从内部人员开始排查。警方继续对办公楼内的每个角落展开地毯式的搜索，终于在一间男厕内发现了一些异常。洗手池边上的那个抽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拉扯后发现其中一截纸上留有一小块红色印记，经检验这是一滴人血。这种抽纸机它设计比较特殊，每次拉下一节之后呢，就会自动卷回去。
这就意味着有人曾经用它擦拭了沾有血迹的物品或者是双手。这家公司的员工啊，几乎都是早上8、9点钟开工，晚上6点多就下班了。6点半之后呢，这大楼会上锁，进大楼得用钥匙。老白呢是来接替意外受伤的前任会计师 Henri 的，咱们把这个前任会计师啊就叫大亨吧。老白呢是4个多月前才刚刚入职的，虽然和多数员工啊还不熟，但是他通常都是早上8点准时打卡，勤勉敬业，给同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负责的呢是公司账目的清点工作，报税季忙起来，经常加班到深夜。与此同时啊，有一位工人向警方反映说，车间里头丢了一个工具，是一个管状的金属杆。警方立刻要求他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说不定办案中会用到。案发的办公室靠走廊的那一侧有窗户，所以来人啊能被里面的人看到。凶手的到来显然没有引起老白的警觉，警方由此推断，这凶手要么是内部人士，要么就是跟老白熟悉的人。老白甚至可能是亲自给他开的门。法医的尸检报告显示，老白全身有21处伤口，全部集中在头部和颈部，其中后脑勺有4处不规则的钝器伤，有孔洞状的，也有横切状的，其中一处最严重，直接导致颅骨外露，应该是对他的致命一击。另外啊，老白的指甲缝里头干净整洁，双手双臂完全没有抵抗伤。法医推测，凶手啊先是很自然地走到老白身后，然后突然抄起家伙猛砸向他的后脑勺，致其昏迷，然后再用一只手抵住他的前额，另一只手用锋利的刀具戳他的颈部。老白倒地后，凶手扒开他的上衣，使用直径4毫米的黑色记号笔写下了那几个醒目的大字泄愤。通过下手力度判断，凶手是一名身强力壮的男性，而老白的死亡时间被确定在案发前一晚9点到11点之间。根据卑鄙的强奸犯这几个字啊，警方最先怀疑的是老白的私生活不检点，是不是有什么性犯罪前科，或者是跟谁偷情惹恼了对方的伴侣，因此惨遭报复呢？经过调查，警方逐步勾勒出老白的生活轨迹。45岁的他来自瑞士西部的一个山区，最近刚离婚，育有2个成年的儿子，母亲已退休，且与兄弟们关系融洽。尽管母亲为他感到骄傲，兄弟情深，但因为离婚问题啊，他父子关系一度紧张。为了走出阴霾，老白换了新工作和新环境，来到了现任公司。那个时候啊，社交媒体还不如现在发达，老白似乎迎来了第二春，通过婚介所和媒体刊登寻偶广告。案发前啊，他与多名女性交往。就在案发当晚，他还在7、8点左右与其中一位女性调情并计划约会。警方进一步联系了老白的前妻和正在交往的女性们，他们一致表示，老白是一个彬彬有礼、腼腆的绅士，完全不像油腻不正经之人，也没有暴力倾向。所有人都认为啊，强奸犯这种形容词根本就和老白的性格不符。警方在数据库中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相关的犯罪记录，因此啊，关于情杀的猜测似乎站不住脚。老白呢是案发前一晚9点到凌晨死亡的，那么晚了，他在公司忙什么呢？公司老板啊，其实那天6点半左右就下班了，经过老白的办公室，看他还没走，就聊了2句。老白说今晚还要多待一会儿，处理完手头的工作，还要等儿子赴约。老白的儿子啊叫 Ludovic，19岁，正在军队里头服役，小名正是 Ludo。笔记本上的最后一条，晚8点和 Ludo 赴约，就是老白约了儿子。调查人员还发现，老白虽然和前妻是和平离婚，但是跟他这个儿子似乎相处的并不融洽，甚至还把儿子告上了法庭。那么他这个儿子 Ludo 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见到老白的人啊？难道是见面后矛盾激化，儿子亲手弑父吗？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秘密地联系了 Ludo 的上司了解情况。结果上司反映说，这孩子呢，案发当晚申请了外出，并且很晚才回来。再加上 Ludo 最近严重违纪，弄丢了武器，这样一来，老白儿子就成为了凶杀案的首要调查对象。在距离日内瓦100多公里的陆军军营， Ludo 被警方单独审问。在4个多小时的激烈问讯中， Ludo 情绪崩溃，痛苦不堪，最终将一切说了出来。他承认前晚确实和父亲有联系，但并未见面，他们只是通了电话，这是他们一直保持沟通的方式。
而那晚呢，他确实是外出了，但只是因为心情低落，和几名战友一起喝酒去了，直到很晚才回到宿舍。关于丢失的武器啊，他坦言是一把步枪，几天前啊，在一次旅行中不小心遗落在火车上，担心因此受到处分，他一直在尝试寻找失物。而当得知父亲突然离世时，路斗表现得悲痛不已，几乎无法承受。警方调取了父子二人的通讯记录，发现他们最后一通电话的确是在案发前一晚的8点半，两人的手机定位啊相差很远。看来笔记本上的晚8点与 Ludo 赴约指的确实是煲电话粥，并且案发时间段儿子正与战友们在一起。Ludo 回忆说，那晚父亲的语气跟往常一样轻松，他没听出任何的异常之处。没成想啊，这一天后就和父亲阴阳两隔了。后来经过军营的核实， Ludo 的配枪在几天后被找到了，这也不是造成老白死亡的凶器，所以呢，儿子的嫌疑被彻底排除。那你说，不是情杀，也不是儿子弑父，随着所有的线索逐渐枯竭，警方的调查也陷入了困境。恰在此时啊，那位工人将已经丢失的零件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一把。这是一个管状的金属杆，一端用来固定螺栓，另一端呢用来撬起重物，锋利且沉重。经过法医比对，发现这根金属杆啊与死者后脑勺的致命伤口完全吻合，证实了它就是作案工具。凶器竟然是车间里头的工具，而老白却死在了办公室，这似乎暗示着凶手很可能就是同事啊。然而作为刚刚入职4个月的会计，老白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温和无害的，谁又和他有如此的深仇大恨，要将他置之于死地呢？再次梳理了手头的线索之后啊，一位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灵光一闪，他看到老白接替的那个前任会计师的照片，突然觉得这俩会计师他长得很像啊，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现在一死一伤，难道这是巧合吗？你想想，老白入职4个月，会不会是有人想要谋害他的前任啊？结果却误杀了新来的老白呢？难不成这公司的会计师得罪了什么人，导致会计们成了特殊目标吗？有了这个大胆的猜测啊，也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警方就赶紧找来了公司的前任会计了解情况。你没听错啊，就是前任会计。这个案件呢，一共涉及了3任会计。首先登场的是新会计老白，而老白的前任呢是会计大亨，大亨已经受伤了。而至于大亨的前任德尼，现在他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是否也正处在危险当中呢？警方就迅速行动，开始寻找德尼。找到了，他是一名31岁的法国人，曾经在大亨入职前啊担任公司的会计，工作了2年之后离职了。但是尽管如此啊，由于业务上的交接和入职培训，他并没有完全的脱离公司，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工位。德尼呢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会计啊，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虽然话不多啊，但是非常机敏，性格友善，是个优秀的职场人士。像很多跨境工作的员工一样，德尼白天开车穿越边境来到瑞士工作，下班后则返回法国与女友 Vivienne 以及5岁的女儿共同生活。然而啊，当警方告诉德尼说你同事啊被人锤死在办公室里了，发现他毫无反应，和其他人得知噩耗的那种震惊啊悲伤啊截然不同。德尼这人呢显得异常冷静，甚至有点冷血。直觉就告诉调查人员，德尼这人绝对有问题。当被问及案发当天的行踪时，德尼说那天白天自己也在办公楼，还见过老白，两人谈论过一些工作上的事儿。那天晚上大概6点多，自己就下班回家了，整晚都和女友和孩子在一块儿。随即女友 Vivienne 证实了这一点。可是啊，尽管德尼的说法似乎没有问题，但警察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苦于手头没有过硬的证据，无法采取强制措施，只能申请搜查令，先查查他家再说。一通审批下来，日内瓦警察终于获批来到德尼的住处进行搜查。这是日内瓦20多公里外的法国小镇 Villange， 一栋小别墅，院子里有修剪整齐的花园，宽敞的车库和清澈的游泳池，还有给女儿玩耍的秋千。Vivienne 表示最近家里头经济状况好转，是因为德尼继承了父亲的遗产。看得出来，他热爱生活，是位好父亲、好男人。
不过，面对瑞士警方的搜索，女友 Vivienne 表现出了一丝不安。她一再强调 Denis 那晚确实待在家里，但警方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她话语中潜藏的异样。经过了一番细致的搜查，警方彻底翻遍了 Denis 的别墅，包括厨房、卫生间、卧室、衣橱，甚至车库和垃圾堆等角落。终于，在一堆杂物中，他们发现了一只鞋子，上面有几处微小的红色痕迹。经过实际检测，结果显示那就是人血。调查人员立刻兴奋起来，将鞋子送往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期待能够有新的突破。那个时候DNA 技术虽然开始普及了，但是检测还是比较慢的，2天后这结果才出来。令人失望的是，虽然鞋子上的血迹确实是人血，但并非死者老白的。经过反复确认，血迹呢也不是 Denis 的，反而是属于另一个未知的男性。这一下警察叔叔们有点蒙圈了。那这血迹是谁的呢？为什么偏偏出现在 Denis 的鞋子上呢？此时Denis 是牙关咬紧，啥也不说，一时间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一开始就介入案件的那个 Olivier 警官他脑子飞速旋转，内存烧得滋滋响，终于回想起来了，这个 GS Automation 这个企业呢也是奇了怪了，3会计4个月内一死一伤，这一头一尾的俩会计都查过了，中间那个受伤的大亨他什么情况会不会他才是破案的关键呢？于是警察把目光转向了大亨的重伤案，结果发现那并不是一起普通的意外事故。大亨49岁，同样是法国人，和老白一样，每天早上开车从法国的小镇出发，前往日内瓦工作，两地仅有10公里，车程不过15分钟。然而就在老白遇害4个月前2001年11月底的某天清晨，早上7点钟不到，那天大亨如常早早的出门，来到地下停车场准备启程。可是还没坐到车里呢，他突然遭到一个不明身份暴徒的袭击，对方直击大亨头部，招招致命，大亨瞬间倒地，血流如注，凶手则迅速逃离现场，消失得无影无踪。所幸的是大亨被及时发现，经过紧急抢救，算是捡回一条命。但是由于头部遭受重创，半身瘫痪，左眼失明，如今还躺在医院里头接受康复治疗呢。因为这起案件发生在法国境内，所以呢是由当地宪兵队立案侦查的。起初他们以为是歹徒抢劫杀人，然而停车场里头没有监控录像，现场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目击者，大亨的钱呢也都还在身上，分文不少，所以谋财害命说不通等大亨好不容易苏醒过来，却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状态接近一个植物人。唯一能动弹的右手画出的画呈现出的是一张狰狞扭曲的脸和一双恐怖的3角眼。没人能看懂他的意图，只能将这些画当作他内心的无声呐喊，或者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暴行的无力宣泄。当初大亨这个案子，瑞士这边协助法国宪兵队调查的正是那位 Olivier 警官。4个月后，接替大亨职位的老白也遭遇袭击，死在办公室里头，这让 Olivier 警官不禁回忆起先前的案件。而将2起案件放在一起这么一分析许多相似之处浮出了水面。你看大亨和老白的伤势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遭到钝器击打后脑勺，而且呢2名受害人在遇袭的时候都毫无防备。更重要的是2人的贵重物品完好无损，显然作案者并非为了盗窃。就在此时，Olivier 警官回想起了大亨在医院里头画的那些画，他仔细观察那些狰狞的脸孔和3角眼，突然意识到这些画并不是在胡涂乱画那眼神和嘴脸竟与 Denis 的面容极其相似，尤其是在审讯中那副冷酷的神情这个发现让 Olivier 警官心跳加速。如果说大亨的绘画确实是在揭示什么，那么是否意味着袭击他和老白的凶手正是前任会计师 Denis 呢？而在 Denis 家里鞋子上发现的血迹是否正是属于大亨的呢？瑞士警方赶紧在医院提取了大亨的 DNA 样本，
经过比对，这结果完全吻合，确认了鞋子上的血迹确实属于他。这个发现让案件迅速进入了新的阶段。瑞士警方的努力也帮助法国宪兵队破解了长期未解的悬案。然而随着证据逐渐明朗，他们也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根据属地管辖原则，大亨遇袭案发生在法国，由法国宪兵队处理，而老白这个案子呢发生在瑞士，需要由瑞士警方来处理。为了继续调查老白这个案子瑞士警方必须找到证据，证明德尼和老白案件有关。如果没法迅速找到足够的证据，那么这个案件将转交给法国宪兵队。这不仅会改变案件处理的地点，还可能会影响调查进展。随着重大嫌疑人德尼的归案，警方对现场的证据进行了细致的鉴定，鼠标和擦手布上的血迹陆续的公布了结果。鼠标上发现了2名男性的混合 DNA， 其中一部分属于死者老白，另一部分则属于德尼。然而德尼的 DNA 呢，并不是新鲜血液，而是微量的皮肤组织。因为他之前就在这工作，并且用过鼠标，所以留下点皮屑是正常的。这个鉴定结果只能证明德尼曾经接触过鼠标，但是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也无法作为杀人的证据。而男厕所那擦手纸上的血迹经过 DNA 鉴定，也是属于德尼的无疑。可他又说了，这是因为自己前几天不小心割伤了手，去厕所清洗的时候留下的。明眼人都知道他这是在扯谎厕所的擦手纸那几乎是每天都会用完一整卷隔天就会更新的。案发后一大早，警方第一时间就封锁了大楼，无人进出。那一节擦手纸上留下的血迹基本上就是案发的时间段的。然而面对警方的质问这德尼就是百般抵赖坚称自己那晚回家陪女朋友陪孩子了，压根就不在公司。于是警方只好从他这个不在场证明入手，去寻找突破口。在调取了他的通话记录之后呢，立刻就发现了疑点。他说自己6点半就回家了，但是基站数据显示，晚上6点40到10点之间，他这手机的活动范围一直就在公司附近。更让人怀疑的是，晚上9点50分，他的手机定位显示出现在公司停车场周边。面对这些新证据德尼先是恼羞成怒，说这就是你们警方设下的陷阱，然后又改口辩解，说我回家途中就突然想起来忘带了一份重要的文件，这才中途折返。等我回到办公室之后呢，就发现这老白他自个儿就倒在了血泊当中我去量了量脉搏，确认他已经死亡了。我害怕怕你们怀疑我这才逃离了现场。不是大哥，您这玩剧本杀呢，口供说改就改这么漏洞百出的说辞显然难以令人信服而给了他最后一击的就是他的枕边人。警方将全部的证据摊在他女友 Vivian 面前，包括那晚的通话记录，严肃告知他做伪证的后果，甚至可能会因此失去女儿的抚养权。这让 Vivian 慌他终于承认了之前撒谎了，证实德尼当晚10点多才回的家。他还叮嘱他，如果有人问起来，一定要说他是6点半就回家的，而且整晚没外出。至于原因德尼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工作上遇到了点麻烦，然后就匆匆进浴室洗澡了。这下德尼的不在场证明被彻底推翻了，他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日内瓦警方收监。问题来了，一个年轻有为的会计师谋杀自己的2个后任同事，造成一死一伤，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一个众人眼中的好好先生，为何会演变成恶性杀人案的嫌疑犯呢？31岁的 Denis 成长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场混乱的悲剧。母亲是工厂普通女工，和一名有妇之夫有了婚外情，生下了他。然而自打怀孕之后母亲就被抛弃了。德尼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母亲长期酗酒成瘾，几乎无力提供关爱。这种环境深深影响了他的成长。在他14岁的时候呢，命运再度转折，亲生父亲在离婚后带着另一个儿子回到他们身边了，和德尼母子呢组成了一个重组家庭。然而这样的家庭并没有为德尼带来真正的温暖和支持，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冲突和疏离感。就在1年后，德尼15岁的时候，人生的另一次打击接踵而至。他的初恋女友离他而去，一时想不开，服药想自我了断，
虽然最终获救啊，但他从此精神状态更加萎靡，心灵深处的伤口也未曾愈合。这些复杂的经历呢，成为了德尼性格中阴影的起点，也许啊，为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在他眼里，父亲是一个十足的恶棍啊，残暴、自私，毫无责任感。终于在某个深夜，积怨已久的德内和同父异母的那个哥哥联手，将熟睡中的父亲用钝器砸死在床上，然后试图通过焚烧尸体掩盖罪行。然而这个幼稚又残忍的计划被宪兵队及时发现，兄弟二人当场被捕。在随后的诉讼中，作为未成年人的德尼因从犯的身份被判处了5年的有期徒刑。都说监狱啊是对坏孩子最好的学校，服刑的日子里呢，天资聪颖的德尼修读了会计学，2年后因为良好的表现得以重返社会。走出监狱的时候，他一心想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开始人生。一开始啊，他的确做到了，在瑞士的 GS Automation 这公司找了个会计的工作，成为了一个好好先生。他长相帅气，爱打网球，结识了一众好友，其中就包括女友 Vivienne 的哥哥。在大舅哥的牵线搭桥下呀，德尼和 Vivienne 同居，生育了可爱的女儿，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啊，童年的凄惨经历和破碎的家庭留下的阴影，早已深深地刻入了他的性格当中。这些黑暗的痕迹虽然被表面上的平静生活暂时掩盖了，却从未真正消失。他们就像潜伏的暗流，随时准备卷土而来，最终不可避免地操控了他的命运。德尼早年弑父焚尸的行为或许可以归结于其破碎家庭中缺乏关爱和管教，导致他冷酷无情、极端处事。但问题在于，老白和大亨这俩人跟他并无直接恩怨，甚至说作为他们的前任会计，德尼还亲自指导过这2位后辈完成入职交接。这俩人既没抢他的饭碗，也没有触及他的底线，为什么会成为他下手的目标呢？面对警方的质问啊，德尼始终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对于杀人动机是一概不提，坚决拒绝配合。而2名受害人呢，一个已经身亡，另一个半身瘫痪，失去表达能力，自然也无法站出来指证凶手，这就使得案件的核心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但是警方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决定深挖德尼的背景和行为轨迹，试图通过更细致的侦查完善证据链。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揭开了这个好好先生背后更多的秘密，一个更加阴暗复杂的形象浮出水面。时间啊，回到大概半年多前， Vivienne 就发现爱人变得心不在焉，早出晚归不说，回家经常是一身烟味和酒气，对家里的事情也有漠不关心的趋势。有一天啊， Vivienne 开车带着女儿经过路边的一栋房子的时候，就听到女儿说，跟爸爸在一起的阿姨就住在这儿。孩子的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啊，击碎了 Vivienne 对于美满家庭的幻想。后来更是从这位阿姨口中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德尼。在别人的版本里，他被称作香槟大佬，在日内瓦红灯区结识新的伴侣。在这片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德尼是挥金如土的常客。他痴迷于名牌香槟，纵情声色，豪掷千金，是莺莺燕燕眼中完美的大金主。他赚来的钱养家糊口全靠敷衍，其余的都被他在酒池肉林中挥霍一空。可是家里头也没矿，再高的工资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呀。最终欲壑难填的德尼就将目光转向了公司资金。这个选择不仅埋下了犯罪的种子，也让他的世界彻底走向了失控。其实啊，瑞士警方在搜家的那天，除了滴血的鞋子，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是一张 3.5 寸软盘和公司的支票本。每一张公司支票上都附有老板的签名，为了方便交易，金额那一栏啊都是空白的，里面就缺了好几页。而打开软盘啊，里面存储的呢是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发票，还有一大长串的供应商和客户的名单。可是在老板的印象里啊，公司压根就没有这些买卖，明显是账目出了严重问题。原来啊，在担任会计不到2年的时间里，德尼巧立名目，伪造了大量虚假发票，然后利用附有老板签名的空白支票随意填写金额并兑现。兑现的支票款被转入瑞士境内一个以假名注册的幽灵账户，随后他通过提款机将这些钱取现。
由于瑞士银行以保密制度著称，这一系列操作几乎是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呀。更甚的是，德尼不仅限于伪造发票，有时甚至直接将公司账上的资金给划走，再通过虚假账目来掩盖自己的盗窃行为。从1999年到2001年9月，也就是大亨遇袭前，德尼已经侵吞了超过40万瑞士法郎，约46万美元的钱。而这些钱啊，几乎都被他在红灯区挥霍殆尽了。老白遇害当晚之所以留在公司加班，正是因为月底临近，公司需要清算财务并准备发放工资。而案发现场的细节也逐渐揭示了关键线索。最后一份文档的存储时间显示为8点50分，说明老白在遇害前还在处理业务。在他的记事本上记录着几天内与德尼的会面安排，这表明两人近期因工作频繁接触。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老白在生命最后一刻在计算器上留下的那串数字118630。这串数字表面看似无意义，但深入调查后，警方发现它与一组来路不明的发票金额完全一致。这个密码成为了破案的关键，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德尼的财务造假行为。老白显然在审查账目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意识到这资金有可能被侵吞的真相，而这么一个发现很可能就是导致他惨遭毒手的真正原因。随着数字背后的意义被破解，德尼的作案动机也变得愈加明确。调查人员发现，在案发前几天夜里，他的活动轨迹就一直围绕在公司周边，显然早已预谋了这起犯罪。尽管他曾在老板在场的时候放弃了行动，但是在确认老板离开公司之后他就抓住机会实施了暴行。老白在办公室里通完电话之后，德尼立刻发动攻击，冷血地结束了他的生命，还不忘在老白的肚皮上留下卑鄙的强奸犯，用来误导调查方向，转移警方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大亨的身体情况逐渐在好转，虽然因重伤而瘫痪，但是他终于能够通过极其有限的语言表达出袭击前他曾经向德尼询问过公司账目的异常。大亨和老白都发现了公司账目上的问题，意识到公司存在巨大的财务漏洞，而德尼害怕他们揭露这些秘密，因而决定用杀人来灭口。2004年，德尼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移交瑞士联邦法院审理。尽管在庭审过程中他始终保持沉默，拒绝认罪，但最终法院依然做出了严厉的判决。他被判终身监禁，且15年不得假释。这个判决在日内瓦已经算罕见了，已经有10来年没有这么恶劣的案件能被判终身监禁了。最后德尼因为参与大亨的重伤案被移交给法国受审，法国检方以故意杀人未遂罪判处他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22年。如今德尼已经被转移至法国监狱继续服刑了。在这起案件中第一位受害人大亨在重伤后的第11年安详去世，享年60岁。德尼的女友 Vivienne 带着他们的女儿开始了新的生活。小姑娘那个时候只有5岁，她对德尼的记忆永远就停留在儿时的模糊印象中。不知道有朝一日她能否理解那个陪伴自己玩耍的好父亲如何会有如同魔鬼一般的另一副面孔和灵魂，而他本该拥有的父爱则被监狱的高墙隔开，再也无法走进他的世界。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